在京都有一个一年只开放2次的寺院，相信不少人都是从这幅美轮美奂的枫叶窗景而知道琉璃光院的。它已成了京都最网红的寺院。这个寺院一般都是需要预约，秋天的时候一票难求。我在京都的时候，这个琉璃光院正好延长了1周的开放时间，而且这1周还不用预约。于是一大早就去了琉璃光院。琉璃光院还是挺远的，不过这边山区的枫叶还挺好。当天我又去了和它同样方向的三千院，可能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，这里的红叶已经不多了。这里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寺院。接下来跟我一起欣赏一下这个琉璃光院和三千院。一大早和几个同伴约好了去琉璃光院，酒店的门口正好有一辆公交车直达琉璃光院。京都的公交车非常方便，几乎可以到达任何的景点，比地铁方便多了。这个就是琉璃光院的公交站。下车过了马路，就看到一片火红的枫叶林。岛主老朋友岛主也到了京都。这一片山坡上的枫树林还真的挺美的。这个虽然到了枫叶的晚期，但是还是挺漂亮的。京都的枫树枫叶林还是挺有特点的，自然生长，很有野趣。而且今天赶上了一个好天，蓝天白云。从车站到琉璃光院要走几分钟的路程，沿途的景色都非常美，旁边有一条小河，所以即使不去琉璃光院，在这里散散步也挺好的，因为这边的枫叶都非常漂亮。寺院的门口已经排起了大长队。这个寺院只有春秋2季开放，需要在网上预约。秋天的时候真的是一票难求。这次刚好琉璃光院延长了1周的开放时间，而且不需要预约，只要提早排队就行了。因为这几年这里名气太大了，所以也想来一探究竟。排队排了差不多1个小时。琉璃光院，日本文风的网红卡通。这是寺院的门口，写着琉璃光院。其实这个琉璃光院作为寺庙只有17年的历史，它的前身是京都的一个望族，也是个实业家田中源太郎所兴建的别墅。这个地方当时叫喜鹤亭，后来这里经过了很大的整修，请了日本非常著名的设计师重新规划设计，在2005年的时候才正式转为寺庙。这个琉璃光院的得名是因为庭院中的青苔非常的绿，院内光影缤纷，有琉璃的感觉。进入室内都要脱鞋。现在来到了琉璃光院的这个主体建筑里，是一个2层的小楼。之前看到过一些人拍的琉璃光院，都说这里美得不得了，来过绝不后悔。这里的门票是2000日元和100人民币，在京都算最贵的了吧。我们看到的琉璃光院的照片都是这样趴着拍出来的，有个发光的桌子像镜面一样，趴着拍就出来这种效果。我也趴下去拍了一下，确实趴着随便一拍出来的照片就挺美的。窗外的枫叶已经掉了不少，不过这种树影斑驳的感觉也挺美。拍照的这个房间不大，30-50平米，前面是个条案，其实最早这些条案都是用来抄经的。看一看窗外的景色，这个才是直接看到的窗外的景色。
从楼上看到庭院里的地上的青苔。拍照的最佳角度是在这个房间的对角线，然后顺着桌子正面侧面再拍2下，几分钟就拍好了。其实对于这个琉璃光院也是挺有争议的，喜欢它的人说这里光影如画，不喜欢它的人呢，就是认为这里只靠几个照片营销不值。我这次也是如实展示这里面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。琉璃光院的门票里还包含了抄经的费用，有笔和纸可以临摹抄经，这也可能是很多当地人来的原因。坐在窗前安静地欣赏美景，抄一抄经，可能也是一种心灵体验吧。现在来到了1楼，1楼是个茶室，茶室正对着庭院。不过想安静地坐在这里赏景也是需要消费的，1000日元一份抹茶和红豆点心。当然如果只是简单拍一下照就走也没人管你。这个庭院还是非常美的，所以坐在这里休息了一下，点了份茶点。日本的园林设计都比较的精致小巧，看这里的青苔，早晨据说都发着光，所以叫琉璃光院。室内还保留了很多字画，这些字画都是文物真迹，14到18世纪的。还有一块漂亮的琉璃石。房间里写着喜鹤亭。其实除了趴在桌子上拍琉璃光院的倒影，其他有一些角度拍这个庭院还是挺美的。拍一拍琉璃光院的其他景色。虽然枫叶不多了，但是残留的这些红叶还是挺美。11月下旬应该是最美季节。感觉大部分来琉璃光院的都是冲着它的枫叶窗格而来。其实如果静下心来欣赏除此以外的风景，再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，甚至用门票赠送的笔和纸在这里慢慢的临摹一下，我想这样的琉璃光院才会比想象的丰满和有趣。我今天也是如实记录一下这里的风景和这里的美片是怎么拍出来的。如果你喜欢，下次也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，不过一定要提前预约。离开了琉璃光院，其实这琉璃光院周边的这条山谷也很美。看看这条山谷里的红叶。参观完琉璃光院，时间尚早，我们决定前往离它不远的另一个寺庙。我们继续坐了公交车，到达了公交车的总站。在日本坐公交车最好用谷歌地图导航，非常准，包括时间和价格。下了公交车，沿着路标前往3000院。沿途经过的似乎都是小村庄，景色也非常的安静美丽。从公交站到3000院，路上大概要走10几分钟。3000院是著名的赏雪、赏樱、赏枫叶的景点，现在可能已是深秋，所以来这里的游客少了很多。和京都其他的景点相比，这个3000院算是个小众景点吧。我也是因为这个名字比较特别，所以就顺路过来看一看。现在来到了3000院，这个3000院也可以追溯有1200年历史了。跟着我一起参观下这个小众景点3000院。在日本参观这些地方，室内都要脱鞋，所以最好穿一个穿脱方便的鞋。脱下的鞋都装到塑料袋里，自己拿着。寺庙里的庭院都是非常精美的。这些位置也可以坐下来吃一点茶点，需要付费。当然如果只是简单拍下照也是可以的。跟着我一起参观一下这个3000院。走进3000院，
这是一座十分雅致、富有禅意的寺院。这里春夏秋冬四季都很美，仿佛世外桃源一般，静谧美好，非常治愈。这个地方的门票是600日元和30人民币。寺院的历史非常悠久，里面有很多真迹字画。日本的寺院、寺庙流派非常多，一般人可能也搞不清楚。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也不过是欣赏一下美景。当然，如果要对历史人文感兴趣，这里可看的东西就太多了。三千院历史悠久，始建于1118年，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了。这里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建筑，有不少是国家级的重要文化财产。三千院以其美丽的庭院、寺庙建筑和极具历史感的氛围而闻名。这里的庭院非常的静谧自然，寺院内古树参天，青苔遍地，溪水潺潺。这里4月有樱花，5月有杜鹃花，7月有紫阳花，而秋天这里有很多的红叶，可以说一年4季自然景致令人赏心悦目。里面有好几个小园林，其中巨碧园和有清园这2个苔藓非常美丽的庭院非常有名。有很多寺庙建筑和雕塑建在园林之中。来三千院也是因为喜欢这个名字，包括这里的庭院起的名字也很好听，有清园。这个有清园也是受中国6朝时代的诗人谢灵运的山水有清音而得名。园林显得非常大气，有很多高大的杉树，还可以看到很多小桥甚至瀑布。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春夏季可能更漂亮。看着庭院里的青苔，整个庭院内的配置都非常的自然。很多来过三千院的游客都非常喜欢这里，这里保留着古老的风貌，而且每个季节都变换着美丽的颜色。春天的樱花，夏天的新绿，秋天的红叶，还有冬天的雪景，在这里都能尽情享受到自然与庭院的完美交融。需要静下心来，一边游览，一边感受时光的流逝。